翻不了，咱们节奏给他们快。观众朋友们，第3届全球后期大赛总决赛已经开始 ，MSG 战队和 RM 战队正在全力出片。我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一定可以打败他们的。MSG。MSG 战队已经在收尾剪辑，准备进入调色了，而 RM 战队还卡在粗剪，难道他们已经分出胜负了吗？只要打败了 MSG， 我们 RM 将没有任何对手。大哥，这小飞，谢谢大哥，动手吧。MSG 队员 ATM 突然做出了奇怪的姿势，似乎他手握住控制了。果然是你，阴狠、狡诈。RM 战队主教练 H165，正是你培养出了这些作弊的怪物！干掉他 ！ATM 正在疯狂击打他的队友，难道是团队内部出现了矛盾吗？现在 MSG 只剩下了2人。RM 果然耍了手段，还好我们早有准备。开始，分野模式。难以置信 ！MSG 战队的主力 Invoker 竟然在同时操作2台电脑，这是得经过多么严酷的训练才能做到的动作！死来给我一条不剩的都删了！素材 ，MSG 的素材突然全部脱机了，没有了素材，这怎么可能逆转局势？看来这次 RM 战队已经宣告了胜利 ，MSG 只剩下 Invoker 1个人了。居然真的会用出如此阴狠的招数，事到如今，只能用这招了。虽然 Invoker 的身体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不能输。开始离线剪辑。人的记忆是不会消失的，只需要回想起刚才我看过的所有东西，我就能够借助时间码把所有的素材重新拼起来。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Invoker 他在做什么？难道他凭借记忆剪辑脱机素材吗？他在剪辑脱机素材。我做了10年艺主播，5年剪辑主播，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操作！这真的是人类可以做出来的操作吗？把电脑直接黑掉！3、2、1，开船！没想到 MSG 战队竟然会遭到这么多不幸，现在电脑死机了，连软件都被卸载了。看来 RM 战队的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教练教我们的技术全部都用完了，现在只能靠我自己，靠我在教练不曾知晓的时候练出的绝技。就算没有了软件，我一样能赢。只要想起来，我就一定可以逆转。Invoker 突然开始快速操作键盘，但是他连软件都没有，他到底在干什么？大哥，他们在用2键写整个片子。对呀，你在哪里啊？MSG 战队拔出了 U 盘，他们做完了。现在就是激动人心的审片时间，他们的作品到底如何呢？我们把画面转到专家评审团。这太感人了 ！MSG 的 Invoker 居然穿越了时空，写出了评委儿时丢失的素材。这个转场太艺术了，太好看了，这个艺术造诣太高了。我觉得 RM 队是打不过 MSG 的。何止打不过，根本不用比。
我刚刚得到消息，RM战队在比赛过程中存在作弊行为，因此被判负，并被终身禁赛。MSG 战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冠军。这次片子的风格和我们以往还是有很大不同，那也算是一个新的尝试。它是由我们团队新成员迪文来尝试编导的。那我们也是在聊天的时候突然想到，如果视频后期变成一个电竞比赛，那会怎么样？然后我们仔细一想，发现这两者其实有很多共性，还有很多搞笑的地方。于是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小的测试片。那将来也许可以在这个点子上做更多的延伸啊！所以非常感谢京东这次对我们的项目的大力支持，有了他们的帮助，才得让我们来实现还有尝试这种奇怪的想法。那这次这个片子最难的地方，其实在于时间。毕竟前段时间我们有大量的项目在同时进行，那这个片子我们实际拍摄时间只有30小时不到，那这也是我们预算的上限了。所以怎么样能够在这些场景直接切换，然后来做布光，同时控制成本，这真的还是挺麻烦的。那比如这些群演看起来很多，那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其实只有10几个人。那他们是怎么被调度的？这些都值得我们来聊一聊。那首先做一个影视拍摄，你会发现最花时间的这个事情其实是灯光还有移动。这两个东西一旦发生变化，就会花费掉你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这么夸张。那所以这次拍摄我们选择了最稳定的一种方案，就是把光给直接定死。那我们的制片直接找到了一个电竞场馆，所以我们尽可能利用了场内本来就有的灯。那拍的时候我们只是用一个大的蝴蝶布，把光从硬光借助慢反射来变成一个柔光。那同时我们也应用了一种非常新的灯光技术，就是这种充气灯，像一个气球一样。那往往以前打一个顶光，我们需要3到4个人，还有大量的配重，一下子就是10几分钟、20分钟的时间。那这种灯就是拿一个鼓风机来吹出一个气球，然后把一个布型的灯给贴上去。那所以你一根手指就能把它掂起来，亮度也还可以。那在实际拍摄的时候效率还是很高的。那一般一个小灯架加一个人，你就可以抬着它走来走去。那尤其是拍特写的时候，这个节约了很多的时间。那这里还有一个我和灯光师学的另外一个 DIY 的小方法，就是把灯棒加上泡沫板，像这样给粘起来，然后再加上一个柔光片，也可以快速做出一个轻量化的柔光灯。那打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那柔光的核心本质上还是在于发光面积。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怎么打出柔光还有硬光的内容，可以看我们之前的这期视频。这个片子我们还是老规矩，就采用的是乱序拍摄，也就是说完全是打乱故事的顺序来优先考虑效率。那重新排布分镜再来进行拍摄。那比如这2个镜头在正片里其实相隔很远，但其实我们是连着拍的。那因为你不需要动灯还有轨道，会很快。那虽然说这个节约时间，但是如果你的导演对于整一个这个需求不明确，那就非常容易翻车。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假如你第一次导片子，一定要画好明确的分镜啊，这样会方便很多。那因为我们这次导演迪文自己有美术功底，所以他花了2天左右的时间，绘制了150张左右的分镜头啊，大大帮助了我们整个项目的执行。这个是真的不能偷懒。那而且导演即便很强，对于乱序分镜非常熟练。那如何有效的把你的想法传达给演员，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和演员描述清楚整个故事，让他真正在脑子里明白你在想什么，然后你再和他讲具体的每个镜头是什么情绪。主要就是手抖，然后是把手的抖传递给眼镜啊。这样盯着自己手，第3下往前。我们也正是依靠乱序分镜，才节约下了很多成本。毕竟现在的演员其实也还挺贵的，大多数的片酬都是按照8小时到12小时来算的。那假如你一超时，比如说4个小时，那就需要多算1天。那你想，这么一场这么多人，你加1天你就直接破产了。所以我们经常会采用错峰拍摄的方法，就有的明明是同一个时间点的演员，其实是我们各自雇佣他1天，然后再把他们给捡起来啊，这也算是一个技巧。那因为这边有这么多的变数，我们的制片又需要制作明确的通告单，来确保每个人都知晓他的到场时间，还有到场地点，还有他具体的工作。这里还要再感谢一下京东，为我们提供了一台海信65亿7G Pro 啊，这台电视非常带劲，就算不用来打游戏，做别的事也很合适。那本来我们打算是把这个电视作为一个提词器放到解说和演员的面前，那甚至于还想过把这个电视当成一个监视器来用。当时我们还想着拿64台这个电视组合成一个另外的大屏幕，用来展示选手的信息、个人打法还有风格，以及各自操作直播啊。就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细节在上面，你仔细看真的非常逗啊。那你可能从来没想过，原来家电还可以这样啊。但是毕竟时间不够，京东也没法给我们寄64台，我们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那这台电视它有120赫兹刷新率，4K 120，还拥有杜比世界全景声。在画面和声音方面，2个都拥有 AI 功能，在使用的时候能够自动修复有损失的声音还有画面，并且进行高码率的还原啊，所以非常适合游戏电视以及体育迷观看体育赛事的选项。
这支短片还有个地方值得讲的，就是群演的部分。我们所有的群演镜头都是在一起拍摄的，而且说实话，我们的群演真的非常非常少，就相比那种大的剧组。因此，为了能用最少的人拍出最多的效果，我们就需要在起伏还有落伏的画面中摆好群演的位置。就像开场这个镜头，看起来人也不少，但是但凡镜头再往后拉那么一丢丢，马上你就能看出来两边其实空无一人。所以为了能让群演看起来更饱满一点，导演还为几个看起来比较活泼的群演安排了一些动作。3、2、1，谢。那实话实说，要想把群演的情绪给调动起来，其实这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你可以这么理解，就像是学生时代跳广播体操，很多人都是只是做一个动作抬抬手，然后糊弄糊弄就过去了。那群演也是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还是难免得稍微凶一点，才能把这个指令给贯彻下去。说真的，剧组有的时候凶是没有办法的。那通常群演会有一个首领，也就是群头带着他们表演。但即便如此，在拍摄的时候还是挺难的。就这样在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在摸鱼，然后你提醒这个人以后，吓一跳他改了，然后另一个人又觉得上一次我那么卖力好像也没什么作用，然后就开始玩手机。然后你回看再提醒，然后再回看再提醒，这个会非常反复，也很烦。那我们的教训可能就是尽可能在设计剧本的时候就不要带入太多的人，就哪怕你需要群演，那尽可能把景别给框紧一点，千万不要想着做大场面，就所有人都看得清楚的那种场景啊。或者你可以像我们这种，就拍固定镜头，然后让同样的人穿上不同的衣服，坐在不同的位置，然后后期通过蒙版把它给缝起来，但其实效果也不会很差。那反正说真的，就是人是最难管理的。那这次片子，我说真的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打磨，还需要精进。那也希望你能够多给一点建议，我们也会努力争取做得更好。那不知道你会不会想看到更长、更完整的这种架空世界，然后影视行业梗的故事，就像我们过去相机大战这种，应该我们个人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那对了，双11期间，京东也准备了大量的惊喜还有优惠，除了海信游戏电视，还有更多创意家电来唤醒你的生活。如果你有什么想让我们拍的节目或者有意思的想法，都欢迎通过弹幕或者评论或者私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去尽力实现。那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哦对，谢谢京东。